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最近有一个让人揪心的现象，在菲利斯塔的邻居视频中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杜宾的身影，看到爷爷，看到菲尔，甚至能看到邻居之间的互动与温情。但奇怪的是，唯独菲利斯塔本人彻底消失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发现一个更诡异的现象，在菲利斯塔的视频中，家人和孩子几乎完全不出现，而杜宾却频繁出现在邻居的账号里，曝光率反而更高。这一系列反常的细节让网友们开始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：菲利斯塔是不是被团队刻意抹除了？网友发现的异常画面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细心的粉丝注意到，杜宾在邻居的视频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杜宾的爸爸、菲尔等家庭成员也经常同框，但无论是邻居的视频，还是菲利斯塔自己的账号，都几乎不再出现菲利斯塔本人。更微妙的是，以往菲利斯塔频道中温馨的家庭日常画风，如今被取代成了冷清、疏离，几乎没有生活气息的更新。这一点让许多老粉丝觉得不安。有人说，这不像是休息，更像是被迫消失。团队的操作痕迹，不少网友提出质疑。菲利斯塔背后的团队似乎正在有意地重新分配流量。原本，菲利斯塔的账号是中非婚姻文化的标志性代表，他与杜宾、豆豆、菲尔的生活是最打动人的真实故事。但现在的走向似乎完全变了，团队开始重点推广的是中国人主导的账号，比如杜宾身边的中国邻居、小刘的妈妈的家庭视频，以及周边与中方视角更贴近的创作者。换句话说，团队正在淡化非洲元素，强化中国家庭的叙事主线。这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。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，中国观众更容易接受本土化内容。相比之下，菲利斯塔的异国背景虽然一开始带来新鲜感，但也让团队担心话题容易引发争议。于是，一个危险的策略开始出现，用流量导向的方式逐步抹除菲利斯塔。刻意淡出的背后动机。这种淡出的操作不只是内容策略，更像是一场形象清洗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团队也许有3点考虑：降低风险，菲利斯塔是外国人，签证、政策、法律等不确定因素较多，团队不敢完全依赖他。重新分配流量，把镜头和关注度转向更安全的中国账号，比如邻居或家人。品牌转型，让频道从跨国婚姻变为乡村生活、中国家庭温情等主流主题，更容易拿到广告与平台推荐。然而，这种看似理性的选择，却牺牲了最珍贵的东西——菲利斯塔的真情和灵魂。粉丝的不满与心疼。在评论区，粉丝们的留言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直白。为什么杜宾能出现在别人的视频，菲利斯塔却连影子都没有？是菲利斯塔不想露面，还是团队不让他出现？感觉有人在背后控制着镜头的方向。对于这些声音，团队并没有任何回应，他们保持沉默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老粉丝们心里都明白，菲利斯塔曾是这个故事的灵魂，没有他，就没有当初那个打动无数观众的跨国爱情，没有他，也没有那个温暖勇敢的故事主线。如今的隐身，让人既愤怒又心疼。这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。如果从媒体逻辑看，这一切更像是团队在争夺内容话语权。过去，菲利斯塔拥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，他有自己的表达方式、语言风格和情绪感染力。观众喜欢他的真实，喜欢他的笑容，也喜欢他对生活的理解。但从管理角度来看，这样的个人影响力对团队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。一个太有独立思想的主角不好控制，于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慢慢淡出，让故事主角变成可控的人，比如邻居、亲戚、其他中国创作者，他们听从指挥，配合拍摄，不会抢叙事。表面上是内容多元化，实际上是去个性化，去菲利斯塔化。菲利斯塔账号失声的意义。从传播学角度，这种现象也非常典型。一个曾经代表跨文化沟通的窗口，如今被商业与舆论压力所取代。它反映出，当故事不再由当事人讲述，而是由团队操控时，观众看到的只是剧本，不是生活。菲利斯塔的账号失声，意味着他失去了话语权，也失去了继续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。网友的担忧。网友们的担心很现实，如果团队继续这样操作，最终结果就是菲利斯塔的名字被淡忘，他的故事被别人讲走。
他的努力与付出被商业利益掩盖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遗憾，也是整个跨文化家庭内容的悲哀。因为我们原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交流，更温暖的故事，但如今却只剩下一种被安排好的生活秀。结语：镜头之外的菲利斯塔。如今的局面让人心疼又无奈，无论团队出于什么目的，都无法抹去观众心中对菲利斯塔的记忆。那个笑容真诚、努力融入中国生活的非洲女孩，那个认真做饭、陪孩子学习的妈妈，那个曾经代表跨国爱情希望的人。她可能暂时消失在镜头之外，但在观众心里，她从未真正离开。真正的故事不在镜头里，而在每一个记得她的人心中。愿有一天，菲利斯塔能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镜头，让真实再次回归这个世界。